逃逸致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一辆外形诡异的黑色大型轿车被认定为罪魁祸首。乡村小镇的警察们开始着手追捕这个杀人司机，但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后续的遭遇也愈发阴森恐怖。他们渐渐意识到，车上似乎根本没有司机。在美国一个巨大峡谷的中央，两名骑行者彼得和苏西沿着公路骑行，在一座桥边停下后，年轻女子苏西决定继续比赛，但这次他们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第一个到达另一端的人将成为胜者。彼得接受了挑战，此时的两人并没有注意到一辆由不明司机驾驶的汽车正跟在他们身后，就这样进入了隧道。穿过隧道后，这两位朋友继续沿着公路骑行，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一辆林肯大陆汽车正朝他们驶来。苏西对此感到紧张，而当这辆车在公路上与年轻女子并排行驶时，情况变得更糟了。彼得试图帮助她，但汽车将他逼向一堵墙，最终把他推下了一个巨大峡谷的边缘。彼得惊恐地尖叫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撞下山谷，但他没时间悲伤，因为那辆神秘的汽车此刻正追在他身后。这位年轻的骑行者以最快的速度向一座桥骑去，但汽车很快就追了上来，开始用保险杠推他。骑行者竭尽全力摆脱这辆车，但最终他也被推下了桥，从高高的悬崖上坠落。在很远的地方，警长杰克被女友劳伦叫醒，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他让劳伦再多留一会儿，但劳伦拒绝了，因为他还不想让杰克的女儿们看到他和杰克在一起。随后，这位年轻女子离开了。杰克去他年幼女儿林恩和黛比的卧室，准备送他们去上学。与此同时，在小镇的郊外，一位名叫约翰的年轻音乐家正在练习吹号，直到他听到老莫和博莎夫妇在街上争吵。年轻人看到老人在攻击他的妻子，他便上前试图阻止这场争吵，但当老莫威胁他时，他改变了主意，回到了路上。这位音乐家随后想找辆车搭他进城，几秒钟后，他看到远处有一辆车高速驶来，约翰伸手示意搭车，但汽车继续加速，几乎在路上撞倒了这个年轻人。恼怒的约翰开始大喊大叫，辱骂司机，这使得汽车突然刹车，然后开始倒车朝他驶来。很快就发现，这辆车正是撞倒两名骑行者的那辆林肯大陆汽车，看来这位音乐家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随后汽车继续倒车，径直撞上了约翰。由于碰撞的冲击力，约翰向后飞去，但这还不够，汽车加速冲向年轻人，用车轮从他身上碾过。老莫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但他无能为力。汽车沿着公路疾驰而去，回到警长杰克的家中，他正准备骑摩托车带女儿们出门，这时他的对讲机响了，他的警察同事让他尽快前往老莫和博莎的家，调查这位年轻音乐家的案件。几分钟后，杰克到达了现场，警长汉森和其他警察正在询问目睹事件发生的夫妇。由于汽车扬起的灰尘，老莫说不出汽车的型号或车牌号，只知道它是灰色的，还2次从年轻人身上碾过。由于没有更多信息来确定犯罪责任人，警长把杰克和其他警察召回了警局。在那里，他命令所有人到镇上搜寻罪犯，因为他不想让一个杀人犯在他的辖区逍遥法外。警员们接受了任务，开始在城里开车四处寻找神秘司机和他那辆怪兽汽车的线索。与此同时，劳伦正在学校和学生们一起为一场将在城市中进行的3月音乐表演排练。然而，排练被打断了，校长把劳伦叫了进去，给他看一个学生画的关于他的画。校长不喜欢这幅画的内容，但劳伦说他稍后会和这个学生谈谈。不久之后，杰克和他的同事卢特开车来到学校，想和劳伦聊聊，看看他女儿们的情况。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交谈，杰克又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又发生了一起涉及那辆汽车受害者的神秘案件。杰克挂掉电话后，便立刻动身前往峡谷。警察在那里发现了被汽车推下山谷的年轻骑行者的尸体。到达那里后，杰克和卢特去和警长交谈。根据证据，苏西在遇害前和年轻的彼得在一起，因此警长怀疑彼得是犯罪责任人，但卢特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他从自己负责的教会团体认识这个年轻人。此外，他声称彼得在另一个城市有一场工作面试，所以不可能和苏西在一起。听到这些后，杰克推断真正的罪犯不是彼得，而是杀害约翰的同一个人。警长觉得队长杰克的推断可能是对的，于是命令他的警员在高速公路的各个方向设置路障，这样任何可疑车辆都无法进出小镇。同时，他让杰克负责此次调查，于是杰克组建了一支特工小组，在城里展开日常巡逻。一切准备就绪后，杰克问卢特是否查到了有关彼得的什么情况。卢特告知他，据彼得的母亲说，这个年轻人失踪了。杰克担心彼得也成了受害者，便让卢特准备好警局的武器，而他自己则再次查看案件证据。与此同时，警长汉森正在听取博莎的证词，她在一场争吵中又遭到了丈夫的攻击。警长对博莎颇有好感，在把老莫打发到警局外面等候后，他试图说服博莎离开丈夫，跟他一起远走。然而，
尽管时常遭受攻击，博莎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带着儿子回到老莫正在等候的车里，看到自己帮助博莎的努力付诸东流，警长决定放弃此事，并邀请杰克去酒吧。杰克接受了邀请，但让汉森先去，因为他还在分析小镇上这些罪案的线索。警长表示同意，便前往酒吧。但就在他离开警局时，又目睹了老莫和博莎的另一场争吵。老人让妻子开车回家，因为他要去酒吧和朋友喝酒。博莎带着儿子离开了，可老莫刚穿过马路准备去酒吧，那辆林肯大陆汽车就打开了车灯，朝他疾驰而来。还好被老人及时躲开了，但汽车并没有停下，而是径直撞上了警长汉森。听到警局外的骚乱声，杰克赶忙跑出去查看发生了什么，却发现他的警长兼朋友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更糟糕的是，肇事车辆一溜烟地逃走了。杰克只能向老莫询问事情经过，他要求老莫给出解释。老莫说他也没看清罪犯，但那辆车和在他家附近撞死年轻音乐家的是同一辆。这时另一位证人证实了老莫的说话，这位证人是一位本土出身的女士，她的证词是由一名叫切斯的警察给翻译的。据她所说，小镇上的这些死亡事件与她部落古代经文中预言的不祥之兆有关。杰克对此并没有太在意，但目前种种迹象表明，警长和小镇年轻人的死亡证明他或许是对的。第二天，已经全权接手整个调查的杰克正试图安慰同事们，他告诉同事们，为了死去了同事兼朋友，大家要打起精神来继续寻找罪犯。随后，警察们在城里四处寻找证据。不久后，杰克的助手打电话找他，谈及前一晚的证词。助手说他也懂当地语言，当时切斯并没有完整翻译那位女士的话。据助手所言，那位女士还说，当她看到撞倒警长汉森的车时，看到车里并没有司机。这一信息让杰克和卢特更加好奇，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深入讨论，就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彼得的尸体在桥下被发现了。杰克决定前往现场，而卢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心烦意乱，请求留在警局。队长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前往桥下查看彼得的尸体。与此同时，劳伦和他的学生们正在音乐表演的跑道上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杰克派去的一名警察在现场负责安保，但他没有注意到地平线上反射出一道神秘的光。几秒钟后，一场猛烈的沙尘暴袭来，打断了排练，还惊到了马匹。警察于是让大家往山上跑，但他自己却挡住了马的去路，结果被马踩踏。劳伦和其他人继续奔逃，远处那辆林肯大陆汽车气势汹汹地朝他们驶来。这时，一群牛仔出现帮忙，试图把车从妇女和孩子身边引开。然而，一名学生和他的母亲与队伍走散了，汽车朝他们开去，两人眼看就要被撞上。一名牛仔从后面赶来，成功把车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也多亏了他，这对母子得以逃脱。但是汽车又掉头把牛仔撞倒在地，追逐仍然在继续。劳伦带着众人来到山顶的一座老墓地，与此同时，其余牛仔试图阻拦那辆车，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被那辆被附身的汽车撞下马并丧命。最终，劳伦抵达墓地，众人躲在树林和墓碑之间，汽车朝人群驶来，但出于某种神秘原因，他无法穿过墓地大门。劳伦随后走到入口处，直面司机，要求他表明身份。他甚至捡起一根树干朝汽车扔去，称司机是懦夫，并挑衅他胆小，不敢进入墓地。面对这些挑衅，汽车撞向墓地围墙，但仍然不敢进入墓地。接着，汽车开始绕着墓地行驶。就在这时，劳伦的同事马吉出来求救，还好他腿够长，跑得快，没用多久就成功跑到了马路对面，并找到了警察的车。他赶到后，用对讲机向警局报告情况。杰克接听了电话，他立刻动身前往墓地。杰克随后告知城里的警察要维持路障，保持警惕，以防那辆车再次试图逃窜。回到墓地这边，劳伦继续挑衅司机，但当远处传来警笛声时，那辆车匆忙逃离了现场。他不想过早的与警察有正面冲突。待肇事车离开后，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杰克女儿在内，都无不称赞劳伦的勇气。不久后，杰克赶到现场查看劳伦和女儿们的情况，但他很快就得离开他们，因为他得返回警察局。在警局里，杰克接到正在沙漠中设路障的白叔的电话。白叔看到那辆怪兽汽车在地平线上出现，便将猎枪对准他。然而，汽车并没有加速，反而直接减速。他选择直面警察，仿佛在向他挑衅一般。即便如此，白叔也毫不退缩，果断地向汽车开了枪，但子弹都没有击中汽车。随后汽车朝另一个方向逃走了。白叔通过对讲机报告了发生的一切。杰克命令所有待命的警察去追捕那辆车。白叔服从命令，前去搜寻汽车，但他的车比那辆林肯大陆车慢太多了。没一会的功夫，他就跟丢了目标。几分钟后，他又追上了那辆车。他看到那辆车驶向一条通往山上的路。这位警察继续追赶的同时，还联系了杰克。他告诉杰克，这个山路没有出口，
所以他很快就能抓住嫌疑人。然而令他惊讶的是，那辆怪兽汽车此刻正在路的尽头等着他。白叔被迫选择了刹车，然后试图从车门逃走，但汽车用保险杠勾住了他，开始将他的车慢慢的推向悬崖。白叔向汽车求饶，但汽车继续推着他，直到车被推下公路。白叔在爆炸中丧生。现在就只剩下杰克和他的2支警察小队，在路中央围堵那辆车及其司机。2辆警车发现了目标，并排停下，试图阻止汽车通过。然而那辆怪兽汽车出人意料的急转弯，朝他们侧翻过来，警察们连忙躲避，但汽车从他们上方翻过，炸毁了车辆，但他自己几乎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另一侧。不久后，杰克骑着摩托车赶到现场，看到那辆怪兽汽车径直朝他驶来。然而杰克刚举枪瞄准，汽车就减速了，直接在他面前停了下来。杰克毫不犹豫地向汽车开枪，然而即便他枪法再精准，但是子弹似乎依然没击中汽车，这让杰克感到一阵疑惑。他拿着手枪，小心翼翼地靠近那辆车。这时，汽车驾驶座一侧的门突然打开，队长上前查看谁在车内，却被车门击中，摔倒在地，当即失去了意识。几个小时后，杰克在医院病床上醒来，劳伦在他身旁，给他治疗的医生是苏西的父亲。杰克嘟囔着女孩的丧生，并承诺要阻止那辆怪兽汽车，但又担心他坚不可摧。不久后，卢特和切斯来看望他，杰克告诉他们，尽管他朝挡风玻璃和轮胎开了3枪，但子弹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目前无计可施。杰克让劳伦今晚陪着他的女儿们，并让切斯送他回家。切斯随后开车送劳伦，没有注意到在路边的树林中，那辆怪兽汽车正监视着他们。几分钟后，切斯让劳伦下车，说他要先去看看妻子和孩子，之后再来接他。劳伦同意了，朝自家走去，但一阵强风把他手中的一张纸吹到了马路中央。这位年轻女子走过去捡，可强风仍然在继续刮，这让他想起在墓地被那辆车追赶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他赶紧走进屋里，打电话给杰克，说他感觉那辆车还在追他。事实证明他的感觉没错，那辆怪兽汽车冲破他家窗户，把劳伦撞倒后逃走了。随后杰克和卢特、切斯赶到现场，杰克因失去挚爱之人悲痛万分。卢特这时说出自己的怀疑，他觉得那辆怪兽汽车可能被邪恶的东西附身了。杰克觉得这简直荒谬，但他的朋友说，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那辆车进不了被视为圣地的墓地。尽管杰克对这种可能性仍然持怀疑态度，但他知道无论如何都得阻止那辆车。于是他回到警察局，召集所有剩下的警员，并让老莫协助他们尽可能多的提供炸药，以便彻底摧毁那辆车。一切准备就绪后，杰克去车库取他的摩托车，却惊恐地发现那辆怪兽汽车就停在车库里。他试图从大门逃走，但门从外面锁上了。很快汽车自己发动起来，似乎正盯着杰克。杰克担心自己性命不保，抓起一把螺丝刀去开大门。就在这时，汽车朝他冲过来阻止他，接着汽车开始轰鸣引擎，按响喇叭，发出的噪音大的震碎了屋里所有窗户。即便如此，杰克还是再次尝试打开门，汽车则试图撞倒他。幸运的是，这位警察成功躲开，翻过汽车，从车库窗户跳了出去，落在他的摩托车旁。之后杰克骑上摩托车朝高速公路驶去，但那辆车撞开车库门，朝他的方向追来，一场追逐就此展开。为了确保居民安全，杰克把车引出小镇，开上了通往沙漠的路。逃跑过程中，杰克通过对讲机告诉卢特，他会按之前的约定把车引到陷阱处。然而警员警告他现在还太早，老莫和其他警员还没在山谷里布置好炸药。即便如此，此时的杰克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把车引到那里。他继续奔逃，追逐愈发激烈。尽管杰克把摩托车驶离公路以躲避，那辆怪兽汽车仍然无情地追着他。随后杰克试图为同事争取足够的时间，当他到达山谷时，他向那辆车发起最后决斗的挑战。汽车接受了挑战，朝杰克驶去。杰克竭尽全力躲避，并让汽车在山谷里转圈。看到杰克身处险境，警察们决定把剩下的弹药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扩大爆炸范围。与此同时，杰克试图往山上逃，但他的摩托车在爬坡途中没有了，他被迫弃车，选择徒步前行。杰克接着跑上岩石，准备爬上这座山，而那辆车开始撞击岩石，企图引发山体坍塌。警察们扔出一条绳索供杰克攀爬，于是汽车放弃追赶他，朝山顶驶去。此时只剩几枚炸药需要安置，但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那辆怪兽汽车越来越近。最终警察们完成炸药安置，并将引线连接到雷管上，准备引爆炸弹。汽车一到，杰克设法爬上了山，卢特向他呼喊，以便他们两人尽快逃离。然而
杰克决定留在靠近爆炸点的地方，确保那辆车追着他并被引入陷阱。随后，2名警察站在山顶边缘，等待那辆怪兽汽车。不出所料，汽车朝他们驶来。杰克等到最后一刻，就在汽车即将撞上他们时，2名警察闪避，汽车朝着山顶尽头疾驰而去。与此同时，杰克下令引爆炸药，在汽车坠下悬崖之前，他被一场巨大的爆炸击中，一道巨大的火幕在天空中蔓延开来。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一张狰狞恶魔般的面孔从火焰中浮现。然而，这个可怕的影像随着火焰消失了，只留下尘土和烟雾。尽管在场的所有人都坚持自己的所见，但杰克拒绝相信大家在火焰中看到的景象。在经过这场艰难的对峙后，警察们前去查看山谷。此时山谷已完全被爆炸激起的石块覆盖。然而，卢特担心那辆车并没有被击败，但杰克坚称他们成功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最后，警察们看着地平线上的日出，确信他们已经为那辆怪兽汽车造成的死亡复仇了。然而，几天后的洛杉矶的街道上，一辆汽车高速驶过，还发出与杰克所面对的那辆车相同的鸣笛声。看来那辆汽车显然是在爆炸坠崖中幸存了下来。自大白鲨取得成功后，环球影业随即计划打造一部与之主题相仿的影片，试图复刻这部暑期大片的辉煌。这部影片即被称为陆地版大白鲨的幽灵号恐怖车。这部电影的海报以它是幽灵、是恶魔还是魔鬼本尊这一宣传语吸引观众目光。然而，影片导演与编剧是否确切知晓答案，着实令人存疑。在影片中，汽车的设计堪称最大亮点，此车为改装后的林肯大陆 Mark 1II， 由传奇定制车匠乔治·巴里斯操刀设计，车窗被改为深色，车门把手等便于使用的部件均被移除，使得该车极具威胁感。值得一提的是，巴里斯还打造过众多知名的好莱坞作家，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蝙蝠车。作为一部中规中矩的老式恐怖电影，虽然没有很出众，但是它却切实填补了一个特殊的细分领域，刺激却不血腥的 PG 级恐怖，比较适合普通观众观看。对于年轻的恐怖片爱好者而言，若他们期望体验惊悚氛围，同时又不愿受到过度惊吓，那么这部影片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对这个电影感兴趣，不妨去看看原片吧。要是您觉得我的解说还不错，就麻烦动动小手一键3连，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不见不散。